那些怕得很的都被击落，似暴雨过后的天色。那些等待中的泥泞滂沱，被梦想细心的打磨。所有痛的、爱的都被吻过，似暗夜中的星火。那些奔跑中的、摔打颠簸，被时光亲手雕琢。这是一个开始，也许不会结束。成长与控诉，注定要加倍付出。汗水和泪水，有时候分不清楚。梦想和孤独总是会保持同步。只是一次开始，也许不想结束。精彩与浓墨，难得时间的浓度。浪漫和危险会上演生死时速。愿望和现实总是隔着山海路，这是一个开始，也许不会结束。成长与光速，注定要加倍付出。汗水和泪水，有时候分不清楚。本次模拟训练，击毙敌人25名，击伤敌人4名，我方伤亡人数0名，解救目标人质成功，捕获对方首领成功，安全撤离成功，任务判定成功。任务完成了，心里是不是很高兴？可这是一次补考。有什么值得高兴的？如果你们第一次就能通过，我都会为你们感到骄傲。所以这一次，只能勉勉强强，算是及格。我希望你们以后，在任何一次行动当中，都能够牢记教训，抓住敌人的弱点，给予沉重的打击。回去以后，好好的总结一下。大队长。别这么吝啬嘛，给他们点奖励。今天晚上，餐厅加菜。谢谢大队长，谢谢大队长，加餐，加餐，加餐，3、2、1。放下，放下，把刀放下。散了吧，散了。你不高兴，活下来的是我呀。你能让这些家伙听你的话吗？他们不会听我的话，但会听钱的话。走吧，带你认识一下新朋友。将军，这是我妹妹米娅，这位是新敏将军。
妹妹吗？坤生的干女儿，她是你的仇人，现在自然也是我的仇人。你和新民有什么过节？新民原先是游击队里的一个上尉，而我父亲是这支队伍里的最高指挥官。他就为了那么一点点钱，就背叛了我父亲，还把我当做礼物一样的送给了他的一个手下。我宁死也不从，他们就把我给关了起来，还给我注射毒品，想逼我就范。然后穿着他的衣服我就逃了出来，但因为我沾染了毒瘾，所以才跑到你们红协去偷钱，就被你们给抓来了。你这么晚才开口告诉我真相，我已经把新民请到寨子里了。你让我现在怎么办？新民这样的小人，你把他弄来，无非就是看上了他的钱和人，反正也不会留太久。我会把这个机会留给你。给我起来，你这个蠢货！这么打太没意思了，应该用刀，那样来得更快一些。这里所有使刀的人都知道，新敏将军刀是用的最好的。不知道将军能不能让我们开开眼呀？我的刀一出鞘就得见血，有人吗？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还剩半口气儿，正好喂你的刀。你不是想报仇吗？抓住机会。
堂堂一个将军，竟然败给一个女人。既然将军不在了，我们全体加入红协，请你做我们的将军。还不快向将军敬礼！敬礼！你们呢是以主攻丛林及山地作战的特战小队，主要活跃在丛林遍地、丘陵以及河道星罗棋布的区域。所以啊，类似于坦克这样的重型武器，对于你们来讲呢，其实威胁并不是很大，除非是你们刚刚执行的斩首任务，否则的话，敌人也不会用大量的导弹去远程覆盖攻击一支8人作战小队。所以呢，在战场上，对于你们最大的威胁主要来自于2点：一，火炮轰击；二，空中追杀。接下来啊，我们就来聊一下火炮轰击。在西方国家呢，重型火炮通常分为3种口径，分别是105毫米、155毫米以及203毫米。如果在战场上啊，你们没有来得及挖掘战壕，而且呢身旁也没有任何的掩体，并且被这种大口径的火炮群所捕捉，并且成功火力覆盖的话，那么我也只有一句话能够送给你们啊，准备安息吧。今天呢，为什么由我来给你们上这堂课呢？因为啊，之前我是一名炮兵。想当年在这个炮兵部队服役的时候啊，有这么几句口号：背黑锅，戴绿帽，枪林弹雨全躲过，身在后方熬稀饭，打不响瞎咋呼，天天只能倒炮弹。当年在炮兵部队服役的时候啊，耳朵受过一次伤，怎么回事呢？在战场上有一枚炮弹就砸在了我身旁18米外的位置，但是我很幸运啊，捡回来了一条小命儿，因为砸在我身旁的这枚炮弹啊，是一枚105口径的小炮。如果是一枚155口径的炮，那我现在已经安息了，因为它的冲击波所覆盖到的面积是50米。如果啊是一枚203口径的炮弹，那我就更完蛋了，因为它的冲击波所覆盖到的面积将会达到100米，而且啊，30米之内的所有人都会被炸得粉身碎骨。那么有人说了，既然这样的话，你卧倒不就完了吗？那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，就算我卧倒了，这种爆炸本身所形成的震荡波就能将我活活震死。来啊，再给大伙看点东西啊。有知道这个是什么的吗？这么说吧，如果啊我是一名炮兵指挥官，给我的任务是覆盖并且轰炸特战大队，那么我一定会下令将普通的炮弹里加入这个啊急速渐型弹。一枚普通的炮弹啊就可以装上千枚这种钢箭，炮弹呢在空中爆炸，这种钢箭居高临下四处飞射，可以形成长约300米、宽约90米的扇形火力覆盖网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打出10几枚这样的急速渐型弹，就可以将你们打得彻底丧失战斗力。来，穿着看看。行，我看一下。我有问题。讲。如果我们真的遭到这种急速渐型弹的攻击，应该怎么办？办法呢只有一个，就是别被敌人的重型火炮抓到啊。谁还有问题？报告。讲。这种非常规炮弹应该已经像达姆弹和白磷弹一样，被日内瓦公约列入禁止使用武器名单了吧？怎么，觉得这个武器非常残忍是吗？那么我要告诉你的是，很遗憾，它并没有被列入禁用名单。而且咱们可以翻过来想一下啊，就算它被列入了，又能怎样呢？你们的敌人都会看日内瓦公约吗？会吗？报告。讲。我认为这武器没有您说的那么可怕。你说说。特战大队，尤其是山地部队，最基本的一点，就是可以在丛林、山地间高速移动，
再加上电子诱饵等战术，敌人要想用重型火炮群覆盖攻击，总会有那么点儿像大象追老鼠，有教无处使的样子。只要在宿营时不暴露目标，那么大口径炮弹就不会砸在我们头上。没错啊，说得很好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你能想到的，你的敌人自然也会想到。这个呢，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。在重型火炮火力覆盖之后，等待你们的会是什么呢？步兵的克星迫击炮。迫击炮是一种以步兵为单位就可以携带的武器，而且呢，它的曲线射击几乎没有射击死角。也就是说，对付这些躲避在障碍物后面的目标啊，是它的拿手好戏。而且啊，迫击炮操作起来还非常的简便，就算是没有上过战场上的民兵，经过简单的培训都能够进行操作。这么说吧，有一群民兵以4人为一组，每分钟打出20发的炮弹，猛砸个1分钟，打过来上百发的炮弹，就可以让咱们这些特战队员们承受血的代价。还有啊，别看这个迫击炮口径比较小，但是呢，它能够发射燃烧弹、照明弹，甚至是毒气弹。而且你们要是运气不好，在战场上碰到那些玩炮玩到登峰造极，甚至是可以自己制作炮弹的高手的话，那么也不排除啊，迫击炮可以凌空爆炸，发出上百枚这种钢箭的操作。行了啊，今天的课也差不多了，怎么样啊？啊，都记下来了吗？记下来了。当年啊，我上学的时候，只要是上课认真听了、认真记了，我这个本呢就可以不用再看了。来，现在呢，再给你们一点时间复习一下笔记，然后把你们的笔记本都给我扔到这儿来烧掉。啊？这不白记了吗？别人的课都不这样是吗？别人的课我不管，我的课就这样，随堂笔记必须随堂烧掉。是。好嘞，好嘞。你们现在还有3分钟的时间可以复习笔记。廉颇岳已经记下来了啊。1227毫米。都快点了啊！交本了，交本了。我的炮是整个地区最好的。打2发看看啊。到哪儿？山上最高的那棵松树。动静这么大，附近有巡逻的政府军啊！来了不是更好？正好是宝。可以收获了吧？10点钟方向，那块山上的岩石。
他叫南达，以前是政府军炮兵部队最优秀的迫击炮手。炮弹到了他的手里，就像长了眼睛。我们认识，交过手，但没见过面。原来你就是炮神南达。这么厉害！我最后考你一次。把炮弹打到石头后面的圆圈里，所有的货我们都收。你疯了！快让开！你最好打准点儿，如果他死，你就得死。伤我少爷，你也得死。快打呀！我还在。要多少钱才可以跟着我干？我已经有雇主了，我给你他3倍的价钱。我给你买武器的3倍价钱，买他一个人。他是无价的。把钱拿来。钱，所有的钱。这些钱够你再重新组织一支军队的了。你要么拿着这些钱，要么什么也别拿。好，好。我要是你啊，愿意跟他走，他把你看得这么值钱，一定会善待你的。那我们的账清了。你应该值得更多，在我这儿，你能创造奇迹。漫长的训练突然间到了尽头，年度的红蓝对抗要开始了。特战支队专门派遣我们1大队前往新组建的高原基地参加演习。我万万没想到，即将要面对的是我最熟悉的对手。哎呀，出锅太急了，火候不够啊！哎呀，怎么着，叶大厨，怀念老本行了？你去，你去给他们弄2手。哎，我小燕子私房菜的红烧豆腐，这个。你们知道那个新成立的高原基地是哪儿调来的部队吗？云岭拉斯集团整体换防，罗道那成立了一个特战对抗中队，专业当蓝军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有个战友以前在那待过。他们水平怎么样啊？专业当靶子，高水平吧？啊！听说原来的247团有俩炊事兵，都被招到咱们猎豹。
传到这来干嘛？也当厨子吗？还真是什么人都敢要啊！怎么着？不像你啊，成熟啊！跟他们上去打一架，我们的演习资格就取消了。有我啥呀？大家都知道，我们1大队是以丛林山地作战为主的。马上到来的年度红蓝对抗演习，特战支队特派我们1大队前往新组建的高原基地参加演习。下面，我公布一下参加演习的名单。旅途，冷静。到，你们负责指挥第1作战小队，旅途为队长，冷静为副队。是。草奔、白龙，到。你们负责指挥第2作战小队，草奔为队长，白龙为副队。是。老刘啊，你跟秦风还真是冤家对头。以前你们俩不相上下，后来分道扬镳，这回又要对着干。这个秦3炮，这次又犯到我手里了。哎，为什么叫他秦3炮？这是他的成名之战。当年秦风刚入猎豹，就随小队去边境一带执行抓捕武装毒贩的行动。因为情报有误，与我悬殊差距太大，小队几近覆灭，上级指令立即撤回。可是秦风呢，却一个人建起了防线，用了3发火箭炮，炸毁了贩毒基地的指挥部、仓库、武器库，绞杀了其余的武装毒贩。从此以后啊，这个秦3炮就在整个武警部队里传开了。哎，这秦风年轻时只身杀敌的这股冲劲儿，倒像是一个人啊。我倒看看，这次那臭小子能不能来，看看他现在被调教成什么样子。咱们猎豹玩的就是以精锐胜平庸，以质量胜数量。那我们是不是精锐呢？我们的质量过不过关，演习成绩说了算。这次我们的对手是刚经过改编的某合成机动团，我们的目标给对方造成50%以上的战损，敌我数量对比1比25。我们用最严格的训练、最精良的装备，打造出最卓越的战斗力。如果这样还不能以质量胜数量，那干脆买块豆腐装死算了。如果这次演习输了，丢的不是我秦风的脸，而是整个猎豹的脸。你们愿意吗？不愿意。我们的对手是号称以精锐胜平庸，以质量胜数量的猎豹突击队。大家都是军人，凭什么他们是精锐，我们就是平庸？他们是质量，我们近1000号人就是数量。这样的号称，大家同意吗？同意。各中队送来的请战书，我看了，大家都是好样的。我们这支合成的机动部队作战任务就是在战时做好国土的战略防御，防止敌人的入侵渗透。现在有一支号称精英的猎豹突击队要入侵和渗透，检验我们这支脱胎换骨部队的战斗力的时候到了。我们有优于敌方25倍的兵力，如果我们不能全歼红方，反而让红方造成了我们蓝方50%的战损率，那我们就不算脱胎换骨，我们就没有完成防御和反侵略。有些同志听说对方是狙击精英、特战高手，心里就犯嘀咕，就打鼓。在我看来，
没有什么狙击精英，不是一发榴弹解决不了的。如果有，就再来一发。没有什么特战高手，不是一辆步战车解决不了的。如果有，就再来一辆。活捉秦三茂，猎豹打成猫。活捉秦三茂，猎豹打成猫。活捉秦三茂，猎豹打成猫。我们只有32个人，但是我们的对手有800人。一旦演习开始，我们就会被800人围追堵截。他们组建了小型突击部队，可以通过直升机锁降到战场的任何位置。同时，他们还有大型直升机，可以将小型步战车拖送到战场。虽然他们不能进入丛林，但是他们的火力足以控制丛林以外的任何地区。报告，讲，您的意思是，我们应该优先解决掉他们的空中力量？随机替换。田伯岳，到。榴弹成绩怎么样？报告。一直是中队第一。天哥，待会儿咱要是碰上老战友，下得去手吗？下不去手，这老战友该瞧不起咱们了。宪哥，你说燕博岳会不会变得比以前还强了呀？咱们这脸，能扳回来吗？你没听首长说吗？没有什么精兵，这一发榴弹解决不了了。燕博岳，等你很久了。来喽！德胜菜红烧豆腐起火喽！来，拿碗。小点声，你摆正态度啊！他们现在就算过来了，那也是敌人，跟敌人太亲密，小心其他人揍你啊！哎呀，不能够啊！咱这演技影帝呀，是不是？谁能看出来？但是我给他俩这个偷摸做俩肘子，这不算资敌吧？你是不是疯了？啊？你怎么才做2个呀？多做几个呀？你这态度对，不让咱直接给人看的啊！稳稳的，稳稳的。来啦！我们要把这架武装直升机武器拆掉，把医疗器械、药品、医生、护士全都运到飞机上，让这架飞机变成24小时全天候的医疗专用机。秦风这帮人就是再牛，野外生存一定会碰到危险。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受了重伤或者中毒了，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救援，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伤员得到救治。这是当然要准备的，别说这只是演习，就是真正的战争。敌军士兵遇到生命危险，向我方发出救援。出于人道立场，我们也应该伸出援助之手，立刻通过公共频道向猎豹特战队指挥官发出信息，告诉他们我们在大本营准备了医疗专用直升机，一旦他们的成员发生生命危险，只需要打出2横一律3发信号弹，直升机就会在15分钟之内赶到信号弹发送地点。首长，作为作战参谋，我负责的是战时舆论宣传和对敌心理战。那我能不能把这理解为，您为了达到真正的目的，披上了一件道德的外衣啊？哎呀，看来咱们这点花花心思太明显了，让人家一眼就看穿了。那你倒说说，我的真正目的是什么？特种对抗战，打的就是信息与决策。如果我们能从敌方部队中捕获一名俘虏，就会得到最直观的第一手消息。当然，大家都是特种兵，想要做到这一点十分困难。可是，如果有猎豹特战小队的成员遇到了生命危险，被迫向我们发送求救信号，这固然会让成员生存下来，但与此同时，也会将这名俘虏连同他身上最重要的情报一起送到我们面前。继续往下说。就算这名俘虏威武不能屈，拒不向我们透露敌方的内部情报，我们也可以从他鞋子上沾的土、身上披的植物伪装等细节，判断他们的行踪，甚至可能因此
锁定他们的临时大本营。如果有必要，我们再将这名俘虏送到军区医院。离开了战场环境，他身上的那股热血自然会降温。到时候再找人告诉他，演习已经结束了，他是一名英雄。军区会派人来慰问，甚至还要把他的事迹拍摄下来，做成纪录片，放到全军通传。那么我相信，面对着摄像机，在精神松懈之下，这名不知道自己已经是俘虏的俘虏，就会将我们需要的情报，就像竹筒倒豆子般倒出来。宝多，但是你似乎还少说了一点。我们蓝军获得情报以后，就会对猎豹进行军事打击。如果能将他们一举全歼，那真是上大吉了。如果只是重创，那你这个心理战的参谋就应该跳出来进行宣传，告诉其他的人，他们中间出现了叛徒。对于这帮心高气傲、老子天下第一的猎豹们来说，他们中间出现叛徒，那比军事失败还难以接受。他们被打的原本就不高涨的士气，随之就会一落千丈。明白了。同志们，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，你们可以吃饭、整理装备。1个小时以后，还没有人离开，一概以被俘论处。3个小时以后，红军和蓝军的对抗战就正式开始了。蓝军的同志们，3个小时内，你们不得主动出击，但是你们可以留在这儿，修工事，等着挨打。3个小时后，我们将向你们主动发起攻击。我说七三炮，猎豹打成炮！我说七三炮，猎豹打成炮！我说七三炮，猎豹打成炮！来！哎，你好，战士们，那桌请，哎，这有人了，那桌赢面大，那桌一般坐这桌都能赢。来，坐这桌，来，坐，来坐，碗都摆好。郭哥，哎呀！哎，想你们啊！瘦了啊！哎，说可是嘛，减肥呢。来，坐。好嘞，国哥，坐。来，整大口吃啊！不能啊，喂。还能这帮人看一下。现在还可以哈。我们自己来没事。哎呀，2位战士你们好，给你们加点菜啊！我叫吕小天。吕小天啊！啊，你就叫吕小天？对，就是我，你俩不认识。可以啊。不认识，挺好。不认识是吧？是笨鸡，做了4个多小时。嘘，别说，你俩哎，那个我上菜。哎，咱们支队得胜菜，红烧豆腐。谁得胜了呀？那个双赢，大家都好。800人都咋安排了？红烧豆腐吃好。啊？你们800人都怎么安排？多少人呀？这谁说做得走吧？我呀。你吗？谁呀？会不会有毒吧？那拿过来。哎，别，这可以啊。其他人？
啊，他们那个心里太脆弱，怕见你们俩眼泪绷不住。怎么，你变坚强了？我男人啊！打死你！别老打我了，快吃饭吧。吓死！班长啊！哎，郭哥，哎，班长呢？啊，对啊，班长啊，郭哥。上挺好头。对啊。啊。那你俩好好干，不管哪边赢，都是咱炊事班的功。那必须。有光，有光。秦队长，前来我部参观。哎呀，坐吧，坐吧。坐。哎呀，我说，刘总指挥啊，啊，你这整的不错嘛，一个个的都这样的。嗯。不是，怎么不工作呀？啊？哎，这个不能动，这个保密。哎呀，不错不错，怪不得外面都说呀，你老刘把这个基地的名气都打出去了。哎，你知道他们怎么称呼你吗？怎么称呼？军中磨刀石。军人嘛，一切听从组织的安排，在哪儿都一样，做刀还是做石，能力没有变。我们是新团队，不怕失败，但是你们不一样啊，猎豹，那被吹上天的部队，要是失败了，多没面子呀！啊，到时候可别怪我们石头太硬哦。哎呀，我说老刘，这种冠冕堂皇的话，也就你能说的面不改色心不跳。猎豹素来是军中名刀，这次对抗演习啊，正好互相交流学习一下。